开工了，好。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社长带你看日本。大家好，我是社长刘洋。今天是8月25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特殊到每一个人几乎都跟它有关系。没错，今天就是第一包泡面的诞生日。所以今天社长又要带大家出外景了。我们今天就去一下第一包泡面的发明人安藤百福的纪念馆，去看一看安藤百福的泡面创业史。我们吃完就出发啊！从公司出发，开车半个小时左右就来到了安藤百福的故居大阪府的池田市，日清杯面博物馆就坐落于此。博物馆又名为安藤百福发明纪念馆。在这里啊，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方便面之父安藤百福的创业故事，还可以在自制杯面工厂里制作一款个人专属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制杯面。好了，废话不多说，跟着社长的步伐进去一探究竟吧。这位啊，就是安藤百福先生，他的本名叫吴百福，祖籍台湾。后来啊，嫁给了日本的女孩子安藤仁子，改名为安藤百福。安藤百福于1910年出生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本名为吴百福。在百福童年的时候啊，家里条件还不错，虽然双亲很早就过世了，不过由于祖父在台南经营着布料批发的生意，因此被祖父带大的百福从小并不愁吃穿。或许因为家里是经商的关系啊，百福在耳濡目染之下，自幼就对做生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2年，22岁的百福在台北永乐町开了一间名叫东洋莫大小的公司，靠着从日本进口纤维制品也赚了不少的钱。隔年呢，百福为了扩大事业的规模，在大阪另外成立了新公司日东会社，并同时就读于立命馆大学附属商专的经济科，从此呢，便在日本的商界开始崭露头角。然而百福也不总是那么一帆风顺的，接下来的二战啊，给百福的事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美军炸毁了他的事务所和工厂，而他本人呢，也因为台湾出身的背景，被怀疑盗用国家资产以及逃税，遭到了日本宪兵的逮捕和拷问。幸好有法律学者黑田觉替他辩护，最终才得以成功脱罪而被释放。人生跌到谷底的百福，这时候遇到了他的真命天女安藤仁子。很快两人便坠入爱河，然后结婚。婚后的百福也规划了日本籍，并改名为安藤百福。以他俩为原型的晨间剧《万福》在2018年被 NHK 搬上了荧幕。该剧一经播出后就创下了23%的收视率，两人的爱情故事也被大家所熟知。这个是什么？ Toki wa inochi nari？ 时间就是生命吗？可见安藤百福是一个非常珍重时间的人，可能是一个工作狂吧。对，是超级工作狂，是吧？哇塞！跟着社长来看一下，这还没进门呢，你看这一墙全部都是方便面。一进入博物馆，社长就被眼前这整面墙的方便面给震撼到了。这是一个方便面的时空隧道，陈列着800多款日清食品的历代产品，让人仿佛置身于泡面的世界里边。可惜啊，这里大部分的产品都已经停产了，不然社长真有一种把它们都吃一遍的冲动。哦，这个我吃过，这个 UFO 吃过，哪个是第一款？哦，最头上是吧？行，那我们往那边去看一看。四川麻婆，广东五木，哇，来到这儿了，太激动了！看，第一包方便面，对吧？即席 Chicken Ramen， 写的是可以即食的鸡汁面哦。从这个造型上来看，当时的里面那个面啊放的还没有那么整齐，可能技术上还没有做到那么好，但是看着非常有食欲。如果说现在给我一包那头的，还有一包这头的，我肯定吃这包。然后呢，第二包就发明了荞麦面，这个很聪明啊。然后又发明了 Plus 咖喱加咖喱味的鸡汁面。好像这3种确实是到现在为止都是日本人最喜欢吃的啊，最常吃的。1945年，安藤百福偶然经过一家拉面摊，看到人们顶着寒风排起了20-30米长的长队，不由得感叹道啊，无论在什么年代，不变的都是民以食为天。商人的职业敏感让安藤决定把今后的事业重心转移到食上面来。为此啊，安藤百福还自创了一个词语“食足世平”，意思就是啊，人吃饱了，世间就太平了。这也在后来成为了日清公司的企业理念。
1948年，安藤百福重整旗鼓，创立了日清公司的前身中交总社食品公司，做的呢就是营养补充食品的生意。正当大家以为安藤就要东山再起的时候，上天又给他开了个玩笑，让他陷入了人生最大的困境。1957年，由他担任理事长的信用社破产，一夜之间安藤失去了全部财产，仅剩下了一套位于大阪府池田市的自家住宅。尽管这是因熟人委托而承接的工作，但是安藤后来回顾此事时一直对涉足自己并不擅长的金融业感到十分后悔。真正的强者永远不会被人生的风浪所轻易打倒，这句话放在安藤百福的身上一点也不为过。身无分文的安藤再次振作起来，以解决粮食不足为目的，决心发明一种可以温饱所有人的食品。1958年，安藤在自家后院建了一个10平方米的简陋小屋，开启了自己作为方便面之父的历史。安藤百福设想的方便面是一种只要加入热水立即就能食用的速食面。然而这种速食面的技术难点就在于如何让面既能够以干燥的状态长期保存，又可以在加入热水后迅速软化供人食用。为此，安藤夜以继日地窝在小屋里研究，每天睡眠的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这样的日子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安藤在看到妻子人子炸天妇罗后顿时来了灵感，想出了瞬间热油干燥法，总算是攻克了这个技术难点。之后安藤又决定用鸡汤作为汤底，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决定还是很合理的，因为在方便面打入国际市场后还没有发现不吃鸡肉的国家。就这样，1958年8月25日，手包方便面鸡汤拉面成功问世，一经推出就成为了当时的人气商品。同年，安藤百福把公司的名字改为日清食品公司。这还有一个养鸡的鸡汤面，罪过，但是真的很好吃。鸡汤拉面的大受欢迎，很快让其他厂商纷纷参与其中。安藤认为，唯有业界内部的相互竞争与切磋琢磨，才能让企业健康的成长。因此，他并没有垄断专利，而是在1964年成立了日本拉面工业协会，向其他61家厂商授予使用许可。这一做法催生了一个庞大的方便面市场，结果也带来了日清食品自身的蓬勃发展。这个很经典，这个是第一个杯面，1971年。在鸡汤拉面发售13年后的1971年，61岁的安藤再度发明了震惊世界的新产品杯面。从袋装方便面到杯装方便面，这看似微小的变化，却令诞生于日本的方便面成功跨出国门，风靡全球。杯面的设计灵感来自于1966年安藤在美国的一次考察。当时他在美国的超市里看到采购人员在吃鸡汤拉面时由于身边没有碗和筷子，就把方便面折成2半放入纸杯，再加入热水后用叉子来吃。目睹这一幕的安藤直觉地感到，跨越饮食习惯的隔阂将是进军世界的关键。他重新收集各种知识，反复琢磨试验了5年的时间，终于在1971年推出世界第一款杯装泡面日清杯面。然而这次的发售却遭受了新的困难，由于价格比袋装方便面更高，消费者对杯装方便面敬而远之，导致销售额欠佳。不过安藤并没有气馁，仍旧对这款新产品充满信心。果不其然，日清杯面在第2年便迎来了转机。转变的契机是1972年发生的浅间山庄事件，5名联合赤军的成员在长野县清井泽町的疗养院浅间山庄内将管理人的妻子扣为人质，与出动的警察机动队发生了激烈的火拼。由于事件闹得太大，各家媒体纷纷出动，全程进行直播，当时的收视率一度高达50%以上。双方一直僵持不下，让浅间山庄事件持续数天，再加上事件正值严冬，山区的温度更是低到零下15度，连送来的便当都给冻住了。负责围捕的队员们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就在这时，日清公司送来了大量的杯面，热气腾腾的面条让队员们恢复了体力，而队员们大快朵颐吃着杯面的画面被媒体们拍了个正着，在电视上反复的播放，瞬间引爆了人气，使原本销量不佳的杯面成为了风靡至今的产品。社长今天亲自给你做一个方便面。哇，这有一个很大的杯面，你看跟我的人差不多高，吃一个葱就吃饱了。再往里面走就是自制杯面工厂。也许由于今天是方便面诞生的日子，虽然还不到10点，就已经有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来这里体验做杯面了。在这里我们可以制作一款自己专属的杯面，从包装到选料全由自己 DIY。
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独一无二的原创杯面。社长一会儿就拿这个杯子去亲自做一碗方便面。这个地方呢，给你留了一个空白，可以写自己的品牌。大家知道社长是做甘蓝牛肉面的，今天呢，我就代表甘蓝牛肉面向方便面的发明人安藤百福先生致敬。甘蓝牛肉面。好，我们进去选底料和菜料吧。转6回就可以把这个面从这边生产出来了。はい。麺にカップをかぶせて反転させて入れて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が逆転の発想ももくが考えられて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这个面团就进去了。下面过来选这个菜料是吧？一番これ2番目のはいお願いします。最经典的口味应该是可以选4种菜料啊 ，negi 葱，然后再选一个 ab 虾，还有 tamago 鸡蛋 ，kimchi， 再选一个泡菜。下面呢做好了我的杯面就可以塑封了，可以从这底下看这个压制的过程，就塑封完成了，我的面就做好了。下面是做那个最外边的塑封。哎，先把那个空气给吸成真空，从这边能看到。哎，我的面好啦！今天是社长的甘蓝牛肉面，我没想到我的甘蓝牛肉面第一杯是在这儿做的啊，这个应该放在甘蓝牛肉面的店里啊。这是包装是吧？行，那你们也体验一下吧，给他们也拍一拍。哆啦 A 梦真的是日本的国民动画啊！哎呀，成功，太棒了！给我女儿，对吧？让我把甘蓝牛肉面拿回去给我女儿，那就奇怪了。把机器猫给她，你这画的真好。走，我们接着看一看剩下的。就是在每个国家不同的品牌啊，中国叫和味道。日清拉面在世界1年的消费量是1064.2亿，这是多大一个数字？我突然有点懵。全世界每个人平均每年都要吃大概15杯的日清拉面，太厉害了。由于安藤百福对食品业的巨大贡献，他于1981年获得美国洛杉矶市颁发的荣誉市民奖。1983年被巴西政府授予南十字星勋章，2001年被泰国国王授予骑士勋章。在日本国内，大阪政府更是于1999年在方便面的发祥地大阪府池田市修建了安藤百福发明纪念馆。logo 上3个大大的叹号，就是对安藤精神最好的诠释。他总是用无与伦比的创造力为世界带来令人惊叹的发明。即便是如此功成名就了，但是安藤百福的探索精神直到晚年也不曾停歇。一次，他在电视上看到日本最有名的宇航员野口聪一表示，自己想在太空中吃他最喜欢的食物拉面。于是，在2001年，91岁的安藤老爷子亲自上阵指挥，突破重重困难，开发出了零重力环境下也不会飞散的太空拉面。2005年7月，这款拉面被搭载在发现号航天飞机上，同野口聪一一起飞向了太空。安藤百福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直到95岁高龄才卸任董事长。安藤透露他长寿的秘诀在于每周2回高尔夫球，以及每天必吃的鸡汤方便面。2007年1月5日，96岁的安藤百福离开人世。然而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安藤还在日清公司大阪本社向全体员工发表了新年致辞，可以说直至人生的最后一刻都仍在工作岗位上。这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20世纪Made in Japan 就是日本制造的8大发明，第一位就是咱们刚才看的这个杯面。特别神奇的是，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看的第一个方便面。日本的8大发明有日清的2个，都是方便面，一个杯面，一个普通的袋装方便面。
为了感谢安藤百福，美国《纽约时报》刊载了题为《向面条先生致敬》的文章。文中写道啊，安藤百福在人类进步的殿堂内占有不朽的地位。2015年，谷歌也在首页放上了安藤百福的动画，以纪念安藤诞辰105周年。这么一路看来的话，安藤百福这个老爷子，他的营销能力也很强啊。他能给那个平定暴乱的警察去送拉面，他又跑到阪神大地震的现场去给这个大家送温暖，后来又给这个宇航员专门研发这个方便面。看似是在做事情，实际上大脑里的这个营销思维非常强。我觉得安藤百福老爷子的经营思维是我们这些创业者应该去好好学习的。看完了这个安藤百福的纪念馆啊，市长真的是感慨颇深呐。这一杯啊，就是市长在安藤百福的纪念馆里亲自制作的一个杯面。听说安藤百福啊，每天一碗泡面，他活到了96岁，所以市长也打算啊，每天一碗甘蓝牛肉面，活到90岁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我是市长刘洋，我先吃面了，我们下期再见。